Find XR Pro。如果你稍微关心过一些它的信息，那么我相信你已经对它有所了解了。3168×1440P 的分辨率，120赫兹的超高刷新率，还有精准的色彩表现，让它大概率就是今年屏幕最强的产品了。我相信大家最好奇的肯定会是2点：第一，它的屏幕看起来到底怎么样？第二，1440P 加120赫兹的刷新率，续航会崩吗？所以这一次我也把重点放在了屏幕的体验和续航上。Find XR Pro 采用的是2侧的曲面设计，但是曲率并不高。据说这是一块能做成瀑布屏，但是有所保留的屏幕。我对于曲面屏的想法是，只要不做成瀑布，那么其他的曲率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所以我也认为目前的状态就是视觉效果和手感的最佳平衡，不需要有什么改变。这样的设计呢，会让它有一个很不错的视觉效果。从正面看上去的屏占比非常高，能得到很强烈的沉浸感。当然，唯一的遗憾呢，就在左上角了。由于防尘防水的需要以及内部越来越宝贵的空间， Find XR Pro 没有继续采用升降摄像头的设计，但是换来了更高等级的 IP68 防尘防水，而且日常使用的时候并没什么存在感，所以我也很快就接受了。同时，由于很高的分辨率，我在这段时间的使用上都没有发现文字会有锯齿，或者是图片看起来不清楚的感觉。这是一张1亿像素拍摄的照片，我把它放大到100%，也看不出 Find XR 的字体有什么模糊。在屏幕素质方面，我思考了很久，还是决定不要把每一个测试的项目都放到视频里来重新展示一遍。我们直接看结果，它能达到 97.3% 的 sRGB， 98.6% 的 P3 色域，还有平均 1.12 的德特尔 E。同时，这一块屏幕带膜的反射率是 10.1%， 色温可调，大约在 5800K 到 10200K 的样子，平均伽马会是 2.18， 很接近 2.2 的标准。如果你对这一串的数据没什么概念，我们也把 MDT 独家的色偏模拟测试结果放了上来。左边是标准的颜色，中间是我们经过测试结果模拟的 Find XR Pro 显示的颜色，右边是两者的差距，越绿越好。可以看到 Find XR Pro 几乎是一片绿，所以表现非常不错。当然，更多的测试结果，我还是欢迎大家扫码观看我们的完整测试文章，这可能是你在整个中文环境能找到的最完整的屏幕测试了。OK， 这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回再见。恭喜你等到了现在，那么让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，这次视频的正片才刚刚开始。刷新率代表屏幕像素的更新频率，一般都是60赫兹，更快的有90、120，还有电竞显示器上的240，甚至即将推出的360和480赫兹。那么高刷新率屏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在日常使用之中又能感受到什么样的差别呢？大部分的评测都会用慢动作回放来展示它们的区别，我们当然也不免俗。但我认为慢放的倍率其实并不需要那么高，这是一个2倍慢放的视频，我们就已经很明显的能看出左边60赫兹的刷新率相对于右边120赫兹刷新率的 Find XR Pro 有明显的拖延。但我想说，其实根本不需要慢放，你完全可以在一个60帧的视频里感受出120赫兹屏幕和60的区别。但你必须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认为世界是连续的吗？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游戏的画面，又或者是其他动态的软件界面，只要是在屏幕上显示的内容，它永远是由一个一个离散的帧所组成的。比如现在的滚动就是一个1秒更新120次的画面，在物理层面上没有任何东西在滚动。而我们如果去推动一个书本，它是真的在动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，我们让摄像机的移动和手指的移动同步，然后从侧面拍摄，这样就能看出来在真实世界中的移动是什么样子的。可以发现，由于手指和相机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，所以被我们拖动的书本在画面中也保持着几乎静止的位置。我们再用同样的方式拍摄一个60赫兹屏幕在滑动下的样子，由于屏幕显示内容更新不够快，它已经无法模拟真实中的滑动，显示的画面在滑动的方向上出现了严重的抖动。那么120赫兹的表现如何呢？可以发现，虽然它也有抖动，但由于刷新率更快，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更新更多的帧，画面的抖动也就没有那么明显，所以模拟出了更接近真实的效果。我可能需要坦白一件事，
刚刚所有的画面全都是慢动作，但这一边全都是现实的时间。怎么样，能在不慢放的情况下看出它的卡顿了吗？就像我们刚刚聊过的，在显示运动的画面时，没有任何一个像素是真正在移动的，你看到的只不过是一连串的像素更新，在欺骗着你，让你以为它在动。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，那就是刷新率是屏幕的时间分辨率。就像屏幕的物理分辨率越高，我们看到东西的细节越接近现实一样，屏幕的刷新率越高，我们看到东西的运动也就越接近现实。这也就是电竞为什么最先要求高刷新率屏幕的原因。因为他们想看清每一秒钟的每一个时间细节。当你习惯高刷新率之后，60帧其实就跟卡顿没有什么区别。而手机的高刷屏幕，除了能让你的游戏更顺畅之外，还能让你日常大量的滑动变得更加现实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更加顺滑。高刷新率还有另一个附加的额外好处，那就是更高的频闪频率。所以你在屏幕前晃动手指也看不到有重影，而且更高的频率理论上也是更护眼的。具体的详情呢，可以参考我们上面二维码的文章。在文章里，我们对比了3款主流手机的频闪表现，也提到了为什么频率更高反而更加护眼。有了非常高的分辨率和刷新率，但偏远的画质跟不上怎么办？这个 OE 引擎到底能实现什么样的效果呢？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的对比。Hey guys. Okay, who are you? I'm Gwen Stacy. Come on. How many more spider people are there? Save it for Comic-Con. What's Comic-Con? Let's go! 蜘蛛侠平行宇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用来测试补帧的电影，因为它不仅比大部分电影24帧的帧率要慢，它甚至丧心病狂地给很多画面只留下了每秒12帧的速率。在这种混合的场景下，我们就更能看出来补帧芯片的效率。比如女蜘蛛侠从天而降，然后一直到画面拉近的这整个过程，下边的原版画面明显能看到非常严重的卡顿，而上边呢则一如既往的完全顺滑。但我也必须要提到一点， OE 的芯片由于各种方面的考虑，并不会在所有的场景开启。如果画面的移动并不是那么的明显，它会选择不开启。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场景，由于画面中只有很小的主体在移动，所以它并不会给每一帧都提供补偿。而且 OE 芯片目前只开放了几个 App 的在线视频播放补帧，对于本地视频则没有支持，这可能是目前最大的遗憾了，还是希望以后能进一步增加支持的 App 种类。最后呢，则是续航了。经过我们的测试，在200尼特固定亮度、全程开启 1440p 和120赫兹刷新率、5G 待机以及开启 WiFi 的情况下， Find XR Pro 可以坚持几乎1天的使用。具体来看，微博、抖音、B 站 1080p 弹幕，还有 YouTube 的 HDR 视频，大概都是1小时11%到12%的耗电。开启暗色模式的知乎和青芒阅读则不会超过10%，和平精英1个小时是27%。OK， 到了这儿呢，是真的要结束了。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评测，由于特殊的情况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外边拍摄特别多的样张对比，所以这一次的评测也仅限于屏幕还有续航这2方面。而 Find XR 系列的屏幕确实达到了目前智能手机上顶级的水准，3168×1440的分辨率，有非常精细的画面和平滑的文字，120赫兹刷新率让一切的运动都栩栩如生，还有 P3 色域和 sRGB 的精准覆盖，加上人眼根本看不出来的色差，最后配合10比特的色深和 OE 引擎。如果你追求视觉效果的话，选择 Find XR Pro 系列绝对没有错，这是你今年能找到屏幕最好的产品。OK， 和往常一样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